在遇到他之前，我从来不会相信有一见钟情这样的说法，但是在遇到他之后，他让我相信了这4个字。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非常的温柔，而且他特别的爱笑，我特别喜欢爱笑的女生。而且以后的一些接触呢，发现他所有的一切都满足我对于女朋友的一个幻想。我也向他表白过，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他没有接受我，所以我非常不甘心。我希望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再努力一把，我希望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那份爱。我们看到了，今天有一个小伙子，希望他的心目中的女神可以接受他的爱，所以先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位小伙子，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宋，22岁，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来，有请，有请小宋，有请来。怎么了？今天来的目的是？我今天来到这儿，我就是想跟他表白。我们认识了1年多的时间吧。我觉得我们就是属于那种一见钟情。不是，是你对他一见钟情，还是你们互相一见钟情？不是，我觉得都是互相的一见钟情。那还要表白什么呀？都一见钟情了你。但是因为他觉得我们。一方面是年龄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他觉得现实，所以一直拒绝我，包括现在一直在排斥我，所以我今天来到这儿，我想最后的再争取一下。我看了一下资料，比你大5岁。对，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让他如此动情。来，掌声有请小宋要追求的女孩子，来，掌声有请。静静，27岁，来自山东，是一名活动策划。来，有请静静，有请。这是你的？我感觉我们2个只是朋友。小伙说你们是互相一见钟情的呀？我觉得这中间有误会，所以我要跟他解释清楚。不是，这怎么是误会了？咱俩认识1年多的时间，难道你说咱俩发生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是误会吗？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我是现在还在上学嘛，课余呢就是去外面去接一些商业的主持之类的。然后他正好是活动公司一个策划然后就一次活动上我俩就认识了。我感觉我们当时对彼此都有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一次比赛的主持时间非常长然后也是夏天4个小时我就一直在那儿站着。他呢本来可以走，但是他还是陪在我那儿，就4个小时就一直。就陪我就是聊天啊，就笑嘻嘻的，然后给我。不是你不是去主持去了吗？你们主持还我我在下台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边陪着我。所以你觉得这姑娘对你有意思？对，这不能代表什么吧？也许就是一工作是吧？对，我认为就是我的工作，我是负责人，我应该从头到尾盯下来，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时你又给我又送水又送毛巾的，你那么多演员，你怎么没给他们送？你光给我送？对，你说清楚。因为当时其他演员都可以休息的他是一直从头到尾要4个小时，而且他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我应该要照顾一下他。对。然后呢？但是我感觉你当时看我的眼神，感觉很奇妙。然后有一次，他们公司里面有一个大型活动，面试主持人，我就去了结果我就被淘汰了。第2天呢，他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直接过2天直接去主持那个活动。当时我就很纳闷，我说我都已经被淘汰了，怎么又过去呢？这样的，我觉得他当天没有发挥好，其他人可能不了解他真实的实力，就是推荐我，就跟我去推荐他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学生在这个课业的期间，他还能去这个参加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工作，我觉得很欣赏他。就因为这个对，而且我跟他这1年当中合作挺多的，其实都是他给我推荐的机会。我觉得完全就是因为欣赏他的能力。我要给我的甲方，我的负责的这个项目一个交代。假如说咱这之前都是工作的一个关系如果我说下一件事情的话，你绝对不会认为这是。只是朋友的一个关系。还有什么事儿吗？就是我们2个，因为我是学这个播音专业的嘛，就你也知道，早晨起来要练声，然后那段时间呢，就是因为比较忙嘛，就挺累的早上起来不想练声，我就跟他抱怨，打电话，我说，确实不想起不来，要不然你早上起来打电话叫我呗。然后他就坚持了2个月，每天早上起来叫我起床，当你的闹钟。对，而且他每天就特别的贴心，因为他知道我不吃早饭，他每天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让我就
就必须煮，你必须吃。然后今天吃什么？然后今天要是下雨的话，你带个雨衣啊，然后什么多穿点衣服。因为他比我小，他比我小5岁，他跟我弟弟同样的年纪。哦，你把他当弟弟了。对，然后我觉得跟弟弟打个电话，特别是早上正好那个点我起床。哎呀，我觉得这是顺手的事儿，举手之劳。你给你亲弟弟天天打吗？我亲弟弟不打。对呀，那不是也是弟弟吗？亲弟弟才应该关照。因为我亲弟弟他没有起那么早，也不会起来练声的。对呀，那你亲弟弟下雨的时候你不打电话吗？哎呀，下雨了要小心，你不关照吗？会呀，因为我朋友都说我比较心软，也比较仗义吧，所以举手之劳，就算朋友我也会给他打一电话。那你每天早上给多少个朋友打电话呢？我特好奇这件事儿。只要谁给我说我早上起不来，你给我打一电话，我肯定就会给他打一电话。行。但是坚持时间也太长了，2个月每天都会打。你这就属于矫情了。我送了他很多东西啊，然后也给他准备了。你都送过些什么东西啊？就是我平时没事就喜欢录点东西嘛，每天都给他录一个那种爱情的小故事什么的，然后就送给他，然后他也挺喜欢的，每次收到之后就可开心，就跟我说啊，你这个地方怎么样，然后可好了。哦，可好了。然后每次他都收，他都也没说什么。你表白过吗？表白过。你怎么表的？我们听听。因为当时是在我们济南有一个广场啊，学生广场。我觉得时机也都到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也都是那种感觉。我找了我很多的朋友啊，我基本上把我所有的好朋友都叫过去了，因为他喜欢听歌，我就跟那个歌手说，我说今天晚上你全唱他喜欢的歌哦。然后最后一首歌唱完，当时我捧着就是一大束玫瑰，就是跪在他面前，我跟他表白了。然后当时很多朋友都在场，然后也有很多人都在场。当时他答应我了。对，当时我答应了啊。但是在晚上之后，我给他说清楚，我说我当时答应是因为，我看你这么多朋友，又这么精心的准备，我怕你没有面子。但是这个时候，我跟他说，我可能要想一下。现在只是当时答应了。那你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里啊？我认为我们2个只适合做朋友，他认为，我不接受他是有我自己的原因。你有男朋友吗？没有。试试嘛。可是他跟我差年纪太大了。这5岁吗？他在上学，我在上班。马上就毕业吗？可是如果说他爸妈怎么看我，我爸妈会同意这段感情吗？他爸妈，你爸妈会怎么看呢？你问了吗？我想说，主持人，我敢保证他对我一定是喜欢的。真的，主持人，别！现在他就是因为，是你不能那样啊，小伙子。我给你问，你喜欢他吗？我对他只是有好感，我很欣赏。欣赏。对。爱都是从欣赏开始的。以前谈过恋爱吗？谈过。什么原因后来不在一起了？方便说吗？我第一段呢，是我们2个关系很好，但是后来他的亲戚朋友觉得我们俩可能家境差的太多。我们俩也不是一个地方的。他家条件好。第二段也是我们2个是没有问题的。他爸妈觉得我们2个可能还是不合适，觉得他想找一个本地的。因为毕竟是独生子女。他父母拆散了你们。对。后来我们坚持了1年。但是后来我分开了，我觉得没有结果，太煎熬了。就是你现在谈恋爱就想谈一个一击而中，然后就能嫁的是吧？我觉得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说我是英雄，我是超人，你什么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可是真到了婚姻的时候，他可能真的会跟我扭不过大腿，可能爱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好，我帮你问问啊，你爸妈不同意怎么办呀？毕竟比你大5岁呢。我爸妈挺同意的。你跟你爸妈说了？我跟他说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毕竟认识了1年多的时间嘛。我所有的事情我都会跟我爸妈去说。跟你爸妈咋说的？我说我挺喜欢一个女生的，但是她比我大5岁。他说没有关系，只要你喜欢就好。他喜欢？对，就是我觉得他就给我一个感觉就特别的成熟，就这一点就特别吸引我。包括我们认识这1年多吧，他也给了我很多的暗示。每周6、周天我都是约他出去玩，吃个饭、看个电影什么，他都是也是答应嘛。看电影？对。有没有拉手？我试过，他也同意过，但是一到有人的时候就分开了。哎，姑娘，这是为什么呢？就没人的时候，你可是拉了手的啊。拉手的时候我会拒绝掉，只是拉一小下我就轻松推开了。推开了吗？大多数还是推开的。那不是也有少部分没推开吗？是吧？你小伙子一定是这么想的。为什么那少部分没推开啊？那可能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特别的，怎么说呢？他会吓唬人。你知道他又向你
这个示爱啊，他又向你这个求爱啊，你其实很明白他心思，你干嘛还跟他看电影什么的呀？当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从工作开始，到最后我觉得我们是朋友了。哦。我会跟我的朋友一起，出去唱歌、看电影、吃饭，哪怕逛街。嗯。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因为他就是能给我带来的阳光，正是我缺少的。哎，你是不是还心里还有你第二个男朋友呢？我看你说第二段的时候就夸夸夸的流泪了哈。他结婚了吗？没有。是他动摇了吗？你不给人擦擦眼泪啊？那你不拍拍人家吗？对不对？安慰一下嘛，小子，安慰一下。你快点吧，宽厚的肩膀，安慰一下。哎，你介意他上一段感情他那么深吗？其实我知道我今天来的一个目的，我不光是想跟他表白啊。其实我知道他有过2段，其实我就想吧，今天我觉得在这1年当中，我跟他挺开心的，包括每次出来玩，我觉得他也挺开心的。但是他现在一直没走出来，就一直觉得那2段感情就是一直就挺现实的，包括我这个年龄这个问题，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拒绝了我。对，年龄确实是不能改了，是吧？你刚才一直说，你说咱俩你一直想要未来，但是你现在你都不给我，我怎么给你未来呢？我觉得很多地方我们不合适。比如说呢？比如说，他会跟我说的话，会跟很多女生都说，比如说，我想你了，或者说抱抱之类的，就是发微信啊。但是他跟其他女生也会说，我觉得所以这是很普通的朋友关系啊。我只是跟我一些玩的特别好的一些闺蜜，只是这样，而且他也知道，我们也都出去一块儿吃过饭，也都一起玩过，他都认识。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可是，在我们这个年龄看来，你们2个不是情侣关系，没必要就保持的那么近的距离，就应该分开的。能分开吗？能分开。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差5岁？做普通朋友不是把他弄得要疯吗？所以我很长时间已经不接他电话，不跟他联系了。哦，好了，反正这么个事儿。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孩，我问你几个问题哈，有没有约会2个人？有。也有过拉手，对不对？这样的朋友有几个？我有几个搭档，也有几个男闺蜜，也是这个样子的。那坚持了2个月的叫醒服务，有几个？只有1个。甭管是因为什么，答应对方说我考虑考虑你的表白，有几个？也只有他1个。只有他1个。就你上一段，距离现在多久？1年。1年马上他就出现了，还是他是在？我们俩是在我分手了之后，他出现的。那时候。现在还跟上一任有过来往吗？没有。保持联系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他现在没有结婚？因为朋友跟我说过。你问的还是朋友跟你说的？朋友主动跟我说的，我们2个是主动的朋友。你听到他现在没有结婚，心里什么感受？
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你的眼泪说明问题，你还没走出来。那个男孩曾经给你描述的，或者说你想象跟那男孩的未来，在你心中还是一个痛，你没有出来。他的确只是你的一个比较好的朋友，能够在某些时间、某些场合、某些事情是可以替代那个男人，但是他不是那个男人，永远不是，不可能是。你的前男友现在有女朋友吗？有。他还试图跟你联系吗？没有联系。你有经常想到他吗？不会经常想到，只是。但一想到就会疼。你不是不会经常想，你是不敢去想，因为他始终在你心里。OK， 我懂了。男孩，你们之间有一个不可战胜的敌人，而且他会潜移默化的把当时分手的原因归结为那个男人的父母、那个男人的亲戚、那个男人的朋友。他看不到那个男人根本就不足够爱他，否则别人怎么能干涉两个人的事情呢？不是说你完全没有机会，而是说你现在机会不成熟。因为第一，你现在还是学生，你幼稚，你的很多行为，包括在广场向他表白的行为，有的人认为是浪漫，在他看来可能是幼稚。他对你完全是不可能信任，说你看我其实已经跟曾经两任都是感情非常好的，到最后都不行了，你凭什么行？你还是个学生，他对你这完全没有信心。第二，你还真正没有走进他的心里，不是用你的所有的那些行动啊，甚至于一些表现没有走进去，是因为那个人没出来。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哈，如果你真是坚信你自己对他那份爱是不会有丝毫动摇的，过个1年到1年半左右，当你真正步入社会的时候，再去努力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么短的场合让他答应你，我觉得不太现实，好吗？加油吧，就这样，谢谢老师。问一下这个女孩，你还相信爱情吗？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是很难让他从爱的伤痛当中去走出来，然后去面对下一段感情的。他没放下之前的前男友。我想说一下我的，不是说因为我的前男友，而是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就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老家不在一个地方，就放弃了。当时他们说的时候，可能就觉得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我来能搞定。但是你不能把这些现实的原因又强加到我身上啊！我不一定会这样做啊。可这就是我经历的。所以在他的身上，他所经历的这些，你去把它 copy 到每一个接下来的即将成为你男朋友的人的身上，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也不太公平，因为人和人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可能你面对的前男友的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对待你们之间的感情是这样的一种态度，然后刚才这小伙子也说了，他家人完全同意，而且感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在这个阶段，就是两个人能不能够成为男女朋友并不重要，这不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爱情你还是应该要相信的，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你们成为男女朋友之后，就是你觉得姐弟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小伙子他可能面对的是将来从不成熟到成熟之后，他的心智上的一些改变和对待事物的一些看法和对你的一些看法，可能你们将来如果真的能够成为男女朋友的话，我觉得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为什么不去试着尝试一下呢？就算不行，我觉得可以再分手嘛，对吧？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觉得我既然没有走出来，我就不要接受他，对他不公平。也有道理。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在一起的。女生似乎一句话就把我任老师给搪塞了，说：“您说的真不错，既然没有走出过去，我就不能接受他。但接不接受，这是已经接受了呀，问题是已经开始了呀。这个东西又不能说我正式告诉你我们已经开始了，种种行为让这样的一个小伙子二丈和尚摸不到头脑。如果你真的是流着泪对过去
有深重的缅怀。我尊重你是一个非常对感情应该是情深意重的人，对感情是十分尊重、非常珍惜的人。你既然对过去的那段感情你那么珍惜，那你就更应该洁身自好，你就更应该拒他远之。但是你刚才所说的话是，因为不想伤害，所以假装不知道，或者说假装让他感觉还有希望。但是事实上到了最后，你们俩是朋友也做不成，你是把别人害得支离破碎。你不觉得这比直接拒绝他还要残忍吗？走不出过去和接不接受他完全是两回事儿。一个真正尊重感情的人，就应该把自己更多的时间花在走出过去和面对工作，不应该跟自己一个并不喜欢或者是完全没有爱情趋向的一个男人，时时刻刻那么长时间的异性待在一起。你可以说你走不出来，但你别招惹他。或者说你心里就是喜欢，但是因为过去的种种，我觉得我们不现实。你哪怕是这样说也可以，至少承认了你喜欢他，他存在。但是你现在你说我又不喜欢，我只是欣赏，我又走不过去，等等等等，把你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你一点事都没有，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他糊涂，我们并不糊涂。所以说有一句话我很久没说了，我今天必须要说：若爱请深爱，若弃请彻底，不要暧昧，伤人伤己。哎，你信吗？两个前男友用同一个理由离开你，你信了？姑娘，我跟你说，你真单纯。我当时找过我自己的原因。不，也别找自己，也别找对方。这事儿其实我是不太信的。换而言之，就是说，在过去的两段情感当中，出问题的是情感，并不是家人。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啊，我想说的是，哎，既然不爱了嘛，何必跟不爱自己的人较劲呢？这是第一段，请你注意。第二段我特别想说一件事情，就是不因为你碰到了两个不爱你的男人，你就能说所有的男人都是坏的。第三个层面，其实我特别想说，是说你现在一谈恋爱就一定要结婚吗？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找一个简简单单、稳当，而且就是简简单单、稳当、有安全感的男人。有安全感。OK， 好。其实你已经给自己描摹了那么一个对象了，只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出现。我想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什么前男友啊都不在了，所以别找借口，只是因为诱惑不够。所以诚实是最重要的。我想你自己能不能在一会儿表白的时候，非常清晰地告诉这个男生是什么就是什么，坦诚，别遮遮掩掩。如果你的心里确实有他，只是对未来的惶恐和不安，那我的建议是，因为都年轻，可以给爱一个机会。如果心里真的没有，那你让他清楚，都别耽误时间了，好吧？人家今天要那个，你别再纠缠，听见没？来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想跟你说，喜欢不等于爱情。我很欣赏你的阳光，我很谢谢你带给我的那些温暖，但是我可能会选择伤害你。如果说我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误会的话，我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们认识也1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什么性格都了解。如果你是因为年龄跟现实的原因拒绝我的话，我不甘心。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这些原因都不是问题。我希望我们各自能够给爱一个机会，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哪怕不合适，我也不会后悔。如果没有未来呢？至少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时间到，谢谢两位，回去吧。来，请关门。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距离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这两位，他们会作何选择呢？请开。是谁先说永远？
有话跟女生说吗？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还是没有缘分吧。唉，我也想清楚了，如果我们真的不合适的话，可能做朋友会更好一点。哎呀，做什么朋友？我也希望我今天来，你能够走出你那段感情，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挺开心的，希望你能够一直开心下去。谢谢你，祝你开心，请回吧，小伙子。回吧。